好，接下来我们才真正要处理城市设计的部分了。在这个关卡里面，像门等等的这些物件，其实在资源包里面都已经帮我们把它建好成 Blueprint Class。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选到这一扇门，然后按下 Edit Blueprint 这边的 Open Blueprint Editor，好，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它。它已经是一个 blueprint。那其实这些都放在这一个资源包的 blueprint 这一个资料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是地下城的城门哦，这个 doorway 这个哦，然后其他还有像火把哦，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要处理的啊。不过我们就先来看这一扇门。那我们从呃元件面板这边，我可以看到这个门包括它的外框跟墙的部分，还有左右这两扇门。好，那当然开门的动作，首先都需要的就是一个碰撞侦测的物件，所以我们先选到Thin Root 这边啊，再提醒一下，这个碰撞物件不要加在门板上头啊，要加在跟物件这边。好，那我们搜寻 Box Collision，好，然后把这个 box collision 大小调大一点，能够涵盖到整个门。那在这边也顺便提醒一下，虽然理论上我们可以用缩放的方式来调整这个碰撞范围的大小，但是我比较建议直接调整大小，就是 box extent 这个地方的数值调整，而不是由 scale 这个地方来调整啊，因为我遇过调整这边，然后执行的就会出现一些状况的这种情况。好，好，那这边我把大小x y z 都设成150，然后我们把它拉高一点。好，碰撞范围设定好之后，那就在这边按下这个 Begin Overlap 的这一个按钮，那我们就有 Begin Overlap 的事件了。好，我们从这边拉出，然后搜寻 Timeline，门的打开一定是用 Timeline 来处理。好，那我们先以比如说右边这一扇门好了，我们把它拉进来。那这个是一个旋转门，所以我们是用 Set Relative Rotation 设定相对旋转。好，然后我们在前面的例子里，教学影片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按下滑鼠右键，把 X、Y、Z 拆成3个接点，然后 Update 这边连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加上一个 Float Track，抱歉，我们用一个 track 就好了。那因为这个木头门应该感觉上是比较厚重的，所以我们让开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我是设定成差不多1.5秒。啊，之前的教学影片都是用1秒。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按住 Shift，然后滑鼠点一下，那这个是开始的位置。好，1.5秒这边 Shift 按住点一下，那把这个数字改回抱歉1.5。那这边要转90度，所以这个数值输入90。好，那总长度我们就是1.5秒。好，那所以这边这条线设定好了，我们就把这个 New Track 0拉到 Z 轴。好，我们来 Play 测试一下。好，现在玩家走靠近，那我们看到右边的门扇就顺利的打开了。好，所以左边门扇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就把左边这个拉过来。好，那一样也是 set relative location，所以我直接复制这一份，这边把它连到 target。好，
好，那这边我先直接从 New Track 0拉到这个地方，我们来测试一下。好，我们看到这两扇门开的方向就是呃一个往里，一个往外。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边应该要转-90度。我们刚刚这个是从0到90度。那之前的例子我们会再加一个新的 track。那这边其实很简单，我们直接把这边出来的数值乘以-1就好了。所以我们选择浮点数乘以浮点数，然后数值这边我们就输入-1，再连过来。那这样子的结果就会变成是从0度转到-90度。好，我们再测试一下。好，那这样子门扇就顺利的打开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往前走，我们来看火把的部分，我们要希望它一开始火把就是熄掉的。好，那这边我们先停下来。好，刚刚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按这个 play。好，那这边它就是一种模拟测试，所以它不会影响到关卡编辑器这边我们所在的位置。那如果我们是在这边按下 play 的话，那接下来往前走，然后按 escape 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停在这个地方。好，好，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直接选到这个火把，那也一样，它就是一个 Blueprint class，所以我们用 Edit Blueprint 这一个按钮来打开它，打开到 Viewport 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火把现在是在燃烧的状况。好，那我们看一下它整个的组成，这边会有它的3D 模型，这边是用一个点光源来模拟它发出的光线。好，然后用一个 Particle System 一个粒子系统来制造这个燃烧的效果。所以我们只要一开始把这个粒子系统 Auto Activate 关掉，Point Light 也是一样，我们就选到 Point Light 之后，然后找到它的 Visible 这一个项目也关掉。那现在再回到关卡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火把都是熄灭的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再同样的给它加上一个碰撞范围。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火把物件，一样在 Root 这边我们加上一个 Box Collision。好，加上这个 Box Collision 之后，我们把它的大小调，我们用200乘以200乘以200。好，一样在这边Begin Overlap 按下去。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玩家走靠近这个火把的时候，会把点光源打开，把粒子系统打开。那所以我们先把光源拉进来，我们用 Set Visible，Set Visibility，这边选择勾起来，让它灯光是会变成是亮的。然后Touch Fire 也拉进来，我们这边就是用 Activate。好，那我们再回来关卡这边 Play 测试一下。好，走靠近的时候火就烧起来。好，那这边我们不必管 End Overlap 啊，因为我们设计上就是希望走过去之后火把就烧起来，然后就保持是烧起来的状态啊。毕竟火把不是像家里的灯泡可以用开关关掉的啊，火把要熄掉，通常是要把它插入到水里啊，所以我们就不做这个熄灭的动作。
火把的程式本来到这个地方设定就可以算是设定完了啊，但是这边要补充说明，我们有一个部分需要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大家看到现在在场景里面会有很多大的方形的框，这些框其实就是标示出每一个火把的这一个感应的范围。好，那这个感应的范围，人可以很顺利的走过去。好，那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关卡里面，我们使用的武器是一把枪啊，然后我们可能会用到发射子弹啊。那这个 collision box 它预先设置的这个碰撞侦测呢，它是会挡住子弹的。怎么讲说会挡住子弹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啊。就我再走靠近一点，大家看一下啊。这边可能看起来不是很明显哦。比如说打这边，大家会看到这个球在半空中，哦，这个子弹在半空中就反弹回来了，因为它是被我们前面这一个火把的碰撞侦测空间给反弹回来。好，所以我们回到火把这边，选择这个 box collision，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找到它的 collision 的 preset，就是碰撞设定这个地方。好，它预设的值是 overlay all dynamics。好，那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任何可以动的物件可以穿过这个空间，然后会触发 overlap 这个事件，但是它不会阻挡我们的角色穿过去。可是，在这个设定的底下，我们在这边，我们先选到这个有一个叫 Custom，好，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才看得到。好，选到 Custom 之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三项：Ignore、Overlap 跟 Block。第一个叫忽视，就是如果我勾选这一项的话，这边代表的是各种不同的物件的类型。如果勾选 Ignore，代表说这一个物件跟相对的这种物件之间不会有任何碰撞的情况发生，完全忽略掉。Overlap 的话，它不会阻挡这个物件，但是会触发重叠这样子的一个事件。Block 的话，它会阻挡这个物件。好，那我们看到在最底下这个 projectile 哦，就是我们的子弹的意思。那在这一项这边的预先设定是 block，代表这个空间是会挡住子弹的，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子弹会反弹。那这个在整个游戏里面会造成一些困扰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一个关卡，我们现在来看之后，这边是铁门所在的位置，然后两边会有火把，然后我们要打到这一个雕像，那这个时候两边火把的这个侦测空间有可能会挡住玩家的子弹，让你没有办法打到这一个雕像。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要把这边的这个碰撞设定，把这一项projectile 的这一项把它改过来。好，所以这个是额外要提醒一下啊。简单讲，就是在我们这个游戏里面，如果包括后面我们有需要设定box collision 的地方，比如说之后我们在这边的还要再架设一个铁门，这一个铁门的 box collision，我们都要把 projectile 这一边的这个 block 改成 overlap。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